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我们的频道。我们今天介绍的就是洗碗机，噔噔，简单的事情，因为大部分没有在住欧洲的，可能不太常用。对，台湾可能有，但没有那么普及啊。对啊，普及性没有那么多。对，那我们也是在欧洲住了大半年，在荷兰住了大半年，才发现有些东西该怎么用。因为荷兰每一个家庭一定都会有的，应该是吧？洗碗机，洗碗机，我们就做一些简单的介绍。我们后来发现的。好，你也可以基础使用，也是可以教大家。基础使用可能，我觉得基础使用可能每一个洗碗机有一些不太一样。对，但基础使用应该不太会有问题。哦，可以运转，大概都没什么问题。基础使用很单纯啊，就是去买这种洗碗锭。你看那个图，大概就知道，就是一颗的这种。然后通常外面会有一层膜，这个膜是一般来说是不需要脱掉的，它遇到水就会化掉。然后这个就放在这个洞，在这个洞里面，然后关起来。然后大概就是启动，然后设定你的行程。好，我们家是有这个按钮，这个按钮表示是洗碗锭，就是每一台洗碗机不太一样。那这个基础的使用我就不多做介绍，我要讲的只是说，一般是放这种洗碗锭。对。好，那这边主要分享的是其他的部分。首先来讲这个，就是其实你再看一下这个开机的时候，有时候会亮一些红灯。我们前半年在用的时候都没有管它，然后到有一次出问题的时候，会发现来仔细研究一下这些讯号是什么。其中有一个是闪光图示的红灯，对，它图示就长得像这个，像太阳一样的图示。那这个地方主要是放亮碟剂。你是说闪光的时候，其实就会闪这个有点这个样式的符号？对对对，像太阳符号。对。那它这应该是闪光的意思，对，就是很闪亮的意思。对。然后这个地方是加亮碟剂的。我们一开始知道这是加亮碟剂的，然后我们单纯是觉得反正我们又不求碗盘一定要闪闪亮亮，这种化学东西少加就少加，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没有加。但后来发现，其实亮碟剂真正的功能不是说你碗盘要多闪亮，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是让你的碗盘可以比较快干，就是水渍不会粘着在上面，所以你刚洗完打开的时候，碗盘就会蛮干的，就是水不会附着在上面。那后来我们都有用，觉得在冬天的时候特别需要，对，蛮方便，就是你隔天不会在那边擦碗擦很久，或者碗还要出来晾干晾很久，所以我们后来都有加。那现在再介绍一下亮碟剂，就是这一罐。亮碟剂我们也不是说这一罐啦，就是这个样子，长得有点像这个样子。通常我们不会，有点像我们很像洗碗巾，在德国买的，我们都是认这个。荷兰也有在卖，对，画一个杯子闪亮，餐具闪亮的，大概就是亮碟剂。这是 DM 的牌子，但是在荷兰的 Crivart， 反正很多地方都有，超市都会有。对，那我们以前刚来的时候不知道买这个当洗碗巾，然后发现怎么搓都不会起泡，而且它非常的水。对，它这个很水，就是不会像洗碗巾那么稠。对，那通常画这个闪亮符号，这个是亮碟剂，不是洗碗巾，也要小心不要买错。对，那我们通常就是认这样的图案，就是亮碟剂。当然还是用 Google 翻译一下啦。对，亮碟剂就是加满，加到它这个 max 的线，看到快溢出来的感觉。好了，就这样。亮碟剂就是它显示没有了才加，它并不是每次洗碗都会要加，每次洗碗加就是那个洗碗锭而已。对，好，那讲完亮碟剂的部分，还有另外一个东西。在这边，先拿走。讲完亮碟剂以后，来讲一下这个。通常每个洗碗机里面都会看到一个这样很大一个洞。那时候还想说这是什么？里面有水是正常的。对，这个是洗碗盐，也就是说要调整水的软硬度，因为每一个区域水质的软硬度不一样，那它要透过洗碗盐来把水质调成比较软、比较适合洗碗的，就是靠这个洗碗盐。你要不要秀一下洗碗盐长什么样子？洗碗盐也是很多牌子啊，对，是很多牌子。
然后它里面就是盐巴。它其实这个字就是盐对，巴，然后还画一个杯子，所以不是食用盐，是用来洗碗盐。然后我们家洗碗机是可以调整的，可能其他也都可以，就是你可以调整你该地区的水质，像我们这里是偏软，也就是说你调整说我的水质偏软，它的洗碗盐每次洗它就不会用掉那么多。那要在哪里？就是在主机自己，就大家自己去查自己洗碗机的说明书，怎么样调整，就是你们家的水质。哦，所以我们的也是在这个主机上面设定。对，我们已经把它调成。那你怎么知道？然后对水质这件事可以去自来水公司的网站上面查，它会告诉你各地区的水质，你资讯大概是多软或多硬，就资讯我再放在资讯栏，大家可以去查一下你们家所在区域的水质是怎样。所以是看自来水公司。应该说看区域啊。洗碗盐的加法跟刚刚亮点机器是一样，就是加到它满出来为止，就疯狂的加，因为这其实也是盐。加到旁边没有关系哦。没关系，因为这些也是盐巴而已啊。那个水不就一直不出来？这样就是满了。哦，这样不会很多。没关系，你就锁起来。它每次用会自己去分配要用掉多少盐巴。那因为我们水蛮软的，所以这个用得很慢。也是好事啊。对，我很久以前加的，可现在看起来没有加多少。刚的耗材讲了3个嘛，就是洗碗锭，然后亮碟剂、洗碗盐，有3个。然后市面上也有卖这种洗碗锭。不一定是这个牌子啊，这是我们前屋主留给我们的。对，这是3合1 All in One。对，它有3个东西，就长这样。其实它就是包含了。对，其实它就是包含了洗碗盐、亮碟剂跟那个洗碗锭。它就是3合1。对。那像我们这种机器，我们都有该放的都有放了嘛。它一样是放在这个格子里面啊。对，它一样是放在这个格子里面。那我们这个其他该放都有放了，所以基本上我们只要用一般的洗碗锭就可以了。如果你是没有其他这种功能的，那你可能就买3合1的。对，或者是你懒得放，你就一律都用3合1。但我知道3合1还是比较贵。价格上好像是。对，3个分开买的好像比较便宜一点点吧。对啊，应该是比较便宜吧。这种盐洗碗盐啊，或者是这个都不是很贵的东西。还有一个就是你如果用3合1的话，这个每次用掉就是1个。可是如果像洗碗盐，就是可以因为水质而控制它的量，所以它就不一定会用到一颗的。对啊，就是你有控制，你有设定水质，所以它盐巴不会用掉那么多。对啊，你买那个1整颗可能就固定用蛮多掉。然后这边补充一下，一般我在碗盘全部放进去以后，我会转向这个，就是确定碗盘没有卡到，不会洗的过程会撞到。然后我那时候在研究这个以后，我还发现一个这个过滤脏东西的这个网址，我发现这个洞口异常的大，就是我们很多厨余啊、碎屑很容易就直接进到排水管，所以后来我就会觉得，用之前碗盘放进去之前，我都会冲一下，把大的冲掉，可很多人把它挑起来，好像也蛮多人没冲的我是亚洲，我们遇到的台湾朋友都会冲，但是我们也有一个朋友，他从来没有冲过，然后他好像用了6年没事，就怕怕的，因为这种东西直接进下水道，到底会不会有问题？对，不知道会不会刚好塞住，就是运气。不过洗碗机真是一个好物。好，以上就是今天简单的分享。如果喜欢我们，就请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拜拜。